中国知名女星袁立又被封杀了，不是影视圈的隐退，而是从主流社交平台上消失。2025年7月28号，她在微信朋友圈发声，从微博到抖音到视频号，再到小红书，全部给封了。这段控诉瞬间引发网络热议，也让她这位曾经的红人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主持人燕青。网上流传袁立7月28号发布的贴文显示，从微博到抖音到视频号再到小红书，全部给封了。这小红书仅蹦跶了没几天，现在仅仅给我留下微信朋友圈。在一个视频时代、网络信息时代，这就等同于坐牢。他接着质问：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不像是得罪人了呀？我到底得罪谁了？我申诉，把我的身份证给后台一遍又一遍，但一直无法证明我就是袁立。这么无缘无故封我的号，为什么呢？我是坏人吗？这是要把我们这些新黑五类都逼到 X 上去吗？”根据网友截图显示，袁立的小红书界面一度提示该用户被禁止关注。他还公开表示将咨询律师，并写道：“若不是我所帮助的人群让我感动，我真的想离开了，去一个自由的地方，去一个被爱的地方。”相关平台并未对此发布任何的公开说明。但是，根据多位网络观察人士与内容审核从业者分析，袁立被禁言可能与以下几方面有关：一是他多次在微博、小红书等平台发布针对教育、医疗、审查制度等敏感话题的评论；二是在内容风控系统中频繁触发关键词预警；三是其自媒体行为不受平台操控，具有较强的不可控风险。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，他账号被标记为高敏感度用户后，只要有轻微异常，系统就会自动触发冻结机制。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—— 神盾 VPN。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服务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，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。那这就意味着，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，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结构，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，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去的目的地。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没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那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接最近最快的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上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，再打9折，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无风险适用。请大家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进行购买。那事实上，这并不是袁立首次遭到封禁。早在2017年，一场关于演技类真人秀的争议将袁立推上舆论风口浪尖。他在微博公开质疑浙江卫视《演员的诞生》节目剪辑造假、内幕操控，称节目组将其正面表现剪得面目全非，借此制造矛盾和话题。他不仅在微博贴出原始台本对比的剪辑内容，
还曝光节目评委与选手的关系、台词安排流程，引起了公众对综艺节目真实性的广泛质疑。这一举动直接触碰了行业的利益链条。随后，袁立的微博遭到禁言，多个社交账号陆续被封。尽管未有任何官方文件明确宣布封杀，但在业内已经形成事实性的边缘化处理。主流节目广告代言、影视邀约全数停止。袁立从一个一线女演员变成几乎无处发声的隐形人。若有一天我突然不说话了，不是我沉默了，是我被迫沉默，他曾写道。在2006年起，袁立就开始接触公益活动。最初，他参与的是贫困助学与临终关怀类项目。但是，真正让他投身全职公益的是2012年的一次贵州之行。那一年，他跟随一位牧师朋友前往贵州山区，在那里首次接触尘肺病患者，一群因长期在矿井中打工，吸入大量粉尘而严重肺纤维化的农民。他们终日咳血，呼吸困难，却往往得不到任何赔偿或治疗机会。许多人不到50岁就因无法呼吸去世。袁立深受震动，回京后决定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帮助这些最沉默的群体。同年，他发起袁立公益基金，注册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旗下，目标明确，为尘肺病农民、困境儿童、边缘家庭提供直接医疗救助和生活支持。他常说，他们不是懒惰或失败者，他们只是生错了时代，走错了隧道。从2012年到2022年，袁立几乎每年冬季都会亲自前往矿区进行送养下乡。他与基金团队在湖南、云南、贵州、山西、四川等地设立尘肺康复点，向卫生所捐赠制氧机、空气净化设备，并提供住院费用资助。他曾在云南某村落与一位3期尘肺病患同住3日。亲眼看着他每晚因缺氧痛苦呻吟，那声音像锯子拉肺。他写道：“我们说的是公益，其实是在给人活着的底线。”患者家属写来手写感谢信：“袁老师，我们家从没想过还能有洗肺的机会，您救的不只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家。”袁立是少有的在公共领域公开表露基督信仰的艺人。他在多次发声中表达过，公益是出于信仰的实践，是怜悯与正义的具体体现。他说：“如果我信仰的是爱，那就不能在别人痛苦时闭上眼。”但这份信仰与表达也让他在国内信息语境中愈发边缘。他数次在朋友圈写下“我想要离开中国”这样的字句。在一次非公开聚会中，他表示：“我不是因为吃不上饭而想走，是因为这个地方越来越不允许人说真话，哪怕你是出于好意，哪怕你已经一无所求。若不是我帮助的人群让我有感动，我真的想离开了，去一个自由的地方，去一个优雅的地方，去一个被爱的地方。我不能长期爱人而不被人爱。”袁立的公益之路尽管在主流媒体上几乎被屏蔽，但在志愿者圈和基层医疗中声誉颇高。他坚持透明账务，定期公开财报，拒绝非指向性公关合作，为草根公益树立了标准。他曾对捐款明星韩红表达敬意，也坦言：“我们方式不同，但目的都是一样，让这个社会多一点好人能活下去。”袁立推动了工商法中尘肺病人的责任认定关注，部分地方政府也因他的舆论影响，改善了对外包矿工的保险制度。袁立197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，原名袁立。
199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与章子怡、秦海璐等同届。1998年因在《永不瞑目》中饰演艾琳一角而成名。2000年凭借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中的杜小月一角家喻户晓。袁立曾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受欢迎女演员，活跃于央视和一线卫视，在《龙票》《大笑的女儿》《上海王》等剧中均有精彩表现，是一位兼具演技与观众缘的实力派演员。然而，在演艺高峰期，他逐步减少作品数量，并将精力转向公益与信仰。他公开表示，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志愿服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。袁立说道：“在过去，我活在光环里；现在，我想活在人的苦难中。”袁立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在高度程序化和审查化的时代里，一个人的声音仍可能撕开一点光亮。他不是圣人，也并非没有争议，但他留下了行动的脚印、被帮助者的眼泪和无法封锁的良知。他说：“如果世界冷酷，那我们就要更努力去做温暖的那一个。不能改变世界，但我们可以不被改变。”一个敢说、敢信、敢爱的普通人，正在用他的方式提醒人们，在这个时代，有些人不是为了被看见而努力，而是为了不被看见的他人而坚持。好的，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